我是宫女生下来的公主，从小就没人在乎。就是他，带走！直到那天，突然有人把我从冷宫里带走，给我套上华丽的衣服，送到皇后面前。长得还算不错，代替我儿去蛮夷当质子，给你个公主名号，也不算亏待了你。本宫也不指望你为大梁做什么，只求你安分守己，莫给皇家丢脸。蛮夷之地，那是什么地方？比冷宫还冷吗？或许吧，本宫也不曾去过。我一个人去吗？还有侍卫、宫女。我可以带上嬷嬷吗？冷宫的嬷嬷。可以。皇后娘娘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嬷嬷，蛮夷还有多远？已经走了整整1个月了，原本就瘦小的身子，如今竟成了一把枯骨。嬷嬷，我不苦，你看，外面有山川，有河流，还有街道和集市，这些都是我从前没见过的。我爱这个世界，我爱冷宫之外一切我没见过的世界。启禀公主，进到蛮夷境内，臣等就要离开了。临走前，臣有一物相赠。这是一抔中原的土。嬷嬷，这个果子酸酸甜甜的，真好吃。你们俩谁是公主？我。这帮中原人说我们是野蛮的禽兽，我看他们才是真的禽兽不如。蛮夷的王是个好人，给我安排了很大的宫室和很大一桌子菜。好香啊，甜甜的。好辣，这是什么？是奶酒，公主没喝过吧？这是用我们草原上的奶酿的，喝了不醉人，就是刚入口有些辛辣。可是好辣。瞧瞧，还没喝过酒呢，脸都辣红了。你们和皇宫里的婢女很不一样，没有谨小慎微，反而敢笑着打趣我。他还小，给他拿壶羊奶来。是。你身上的花色也真杂，在中原的时候我从来没见过。不过这或许怪我，从前在冷宫能见过什么好东西呢？这是送给我的吗？给你养着玩，我们草原不比中原的皇宫，糙得很，没人能整天陪着你玩，就让这小畜生陪着你。好乖的羊。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你，王上。谁说蛮夷人粗鲁野蛮的？我看这王上一点都不野蛮，反而体贴得很。瞧你这年岁，叫我一声阿布也不为过。那些中原人真是黑了心了，竟舍得你这么小的姑娘来。没关系，我喜欢这儿。
你们都是很好的人。原来是个傻蛋。我不是傻的，嬷嬷说我最聪明了。软乎乎的，毛茸茸的。我想起我有一只小羊了。小羊，皇上，公主，早点和衣服都备好了。王上交代了，门外的院子里给您备了一匹小马。他还说，等他忙完回来，就亲自带您去草原上跑马。你这鬃毛摸起来不像小羊那么细腻，不过手感也很不错呢。公主，王上身边还有2位夫人，早上的时候他们就来过了，但王上专门吩咐了，不让我们吵您睡觉。他们见您没醒，就先回去了。您看，您现在要不要见见他们？夫人，她们很漂亮吗？嘘，没您漂亮。嬷嬷，你听，她夸我漂亮呢。您如今是公主了，该稳重些。公主的话应该见一见吧？按规矩该见一见，但我们蛮夷人向来不讲规矩的。您若是不想见，就不见。过来，给我把茶倒上。我能在王上面前不拘，他们自然就可以在我面前不拘。不过好在确实是极美的人。怎么又是奶酪？还以为能吃到中原的点心呢。妹妹这话说的，小公主虽然金枝玉叶，但到我们草原来，自然就是我们草原人，就该吃草原人该吃的东西。我现在已经不再是冷宫里任人欺负的阿满，我是天朝的公主，是草原的公主。我看也不尽然，夫人虽然是草原人，但没有草原人的气度，小肚鸡肠得很。看样子不是食了哪里的风土，就是哪里的人了。我虽然年幼，但毕竟是公主，她纵然轻看我，也不敢表现得太过。倒像我们草原人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拘。听动静都觉得疼。你们草原人为何都喜欢这些毛茸茸的配饰？你是说我的衣服吗？这是王上送的，料子是去年秋天王上亲手猎到的白狐毛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哼，漂亮。是吧？我也觉得漂亮。
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你们怎么也在？不是说了不要吵公主睡觉？没有，我们哪敢呢？好吧，我是公主，不该笑的。没事就回去吧。公主刚来草原，姑要带她好好转一转。行了，别跟着了，姑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。怕不怕？不怕，我喜欢这样。小孩儿，你生错了地方，你该生在我们草原才是。你是天生的草原的儿郎，既然不怕，那就更快些吧。若你喜欢，姑教你骑术如何？师傅，师傅，好，就叫师傅。以后让朝里那些老匹夫都看看，姑也是有徒弟的人了。可是我是公主，是不是应该端庄一点？我们草原人没那么多讲究，端庄，狗都不吃。可是出门前皇后娘娘嘱咐了，不让我给皇室丢脸。丢脸？怎么会丢脸？草原的小公主不知道有多好。瞧见没有，这就是姑亲手带出来的徒弟。公主骑术精妙，确实非比寻常。何止是非比寻常，你家那小子练了10年，连马屁股都摸不稳。再看看公主，这才几年，简直是天生的草原儿郎。公主，您慢着些，刚才那一下看得老奴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嬷嬷，你以前不是老劝我端庄点吗？怎么今天不拦着我比武了？唉，老奴拦得住您，也拦不住王上啊。您瞧瞧他，恨不得让全天下都知道您是他最得意的徒弟。怎么累了？姑刚才可没吹牛，朝中那帮老痞公的儿子没一个能打的。师傅，我没累，身为您的弟子，我可不能辱没了您的威名。好，有志气，不愧是姑的徒弟。自由的味道原来是这样的。从前在冷宫憋闷了那么久，难得的自由，我格外珍惜。骑上马，我就是草原上最自由的鸟。王上，您看，这孩子怎么这么瘦小？像，确实像个小猴子，像他那几个没福气的哥哥。这可是王上的第5个孩子了，前面那4个，都没挠过3岁。咱们草原上医术简陋，孩子只要一发热，那便是半只脚踏进了鬼门关。公主，王上现在心里怕是油蒸火燎一般。侍妾本就少，好不容易得了这么一个独苗，偏偏又生得这样单薄。这就是师傅唯一的孩子了吗？是啊，历朝历代哪见过侍妾少成这样的王？
前面那几个孩子生病的时候，宫里那些巫医除了跳大手，根本拿不出像样的药方，即便是王宫里，也没法得到太好的治疗。孩子只要生病，多半就会夭折。师傅是因为这样才不愿多纳妾的吗？大概是怕了，所以这王子一出生，宫里上上下下才这么紧张。师傅，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去吧。胡闹！去哪儿？中原？那是你能随便回的地方吗？就去1-2年嘛，我保证学成之后立刻马不停蹄的回来。您瞧瞧小王子，再生病，难道还让那些巫医跳大神？草原需要更成熟的医术，我是您带出来的，胆子大，心细，我毫无疑问是最好的人选。哼，中原那些老狐狸吃人不吐骨头。师傅，您得相信自己啊！您亲手教出来的徒弟，谁能欺负得了我？师傅，我不希望草原上再有孩子死了，你就让我去吧。你这丫头磨人的功夫倒是长进了不少。阿满，我不是怕你不回来，也不是担心你学不会那些劳字医术，我是担心你现在的身份是蛮夷公主。大梁那些人若是知道你回去了，那就是羊入虎口，你可知道那是会丢命的危险。师傅，这些我早就想好了。我不直接走边境回大梁，我先跟着西行的商队去西域，在那边转上一圈，换了装束和户籍，再从中原西边入关。去西域，那要多走几千里的路。多走些路怕什么？只要在外面转上一圈，没有人知道我从何处来，更没人会把一个西域来的学医丫头和冷宫的小公主联系在一起。阿满，罢了，既然你连退路都找好了，姑还能说什么？草原的儿郎心都是野的，既然这王宫关不住你，你就去闯一闯。阿满，你是自由的。师傅，您答应了。答应是答应，但姑有个条件。带上我身边的这2个亲随，他们武艺不错，长相也够唬人。这一路上对外就说他们是你的兄长，有这2个铁塔一样的家伙跟着，关键时刻能保你的命。既然行李都备齐了，人马到齐，出发。慢着，阿满，带上老奴一起走。嬷嬷，您在王宫里享清福不好吗？这一路去中原，山高路远，又是风沙又是马匪，您这把老骨头受不了这个颠簸。你从小到大，我们就没分开过，这一天都没断过照顾。你如今要远走高飞，却不带我，是不是嫌弃我这个老太婆？嬷嬷，我能照顾好自己，况且还有师傅的侍卫跟着，他们只管保护你，管得着你的冷热红宝吗？再说了，你虽是中原人，但毕竟从小在冷宫长大，那民间的情况你两眼一抹黑。民间的情况我比你更了解，哪里有地痞，哪里有黑店，老奴门儿清，带我去吧。我是怕您跟着我受苦，中原那边如今不太平。你不带我去，就是嫌我老婆子没用，碍了你的眼。既然没用，我还不如现在就离开王宫，省得招你嫌弃，我还不如走了算了。我带您去还不行吗？嬷嬷快别闹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侍卫兄弟，搭把手，扶老奴上马。阿木姑娘，打从西域绕道过来这一路，你这手里就没放下过这些苦草根子，不嫌累得慌？这可是救命的宝贝。阿木，这甘草和黄芪你都分了半个时辰了，还没分清？师傅，我这不是第一次见真家伙吗？您看这根须，长得确实像。你这愣头青，连这点基础都没有，还想学救人的本事？也就我这医术一般的凑合教你。只要您肯教，我这愣头青肯定能学会。哪怕是应付风寒最基础的方子，我也得记死在脑子里。我化名阿木，随商队绕道西域，最终进入中原。商队的随行郎中，医术一般，但也足够应付我这样毫无基础的愣头青。在他手下，我亦学到不少。新来的，别光顾着卖力气。师傅手下弟子这么多，你这一没背景，二没梗筋的，起初瞧着可真是不起眼儿。若不长点心，迟早得被赶走。大师兄教训的是，我懂。那姑娘叫阿木，倒是个坐得住的，可惜底子太薄。阿木，歇会儿吧。你这一天干了10几个人的活，白天磨药晒药，夜里还不睡，你这精力真是出奇的好。嬷嬷，我不累。比起以前在冷宫憋着，
现在的日子有奔头，从最基础的草药辨识到复杂的针灸技法，我都得抢在时间前面学会。你这哪是看书，你这是恨不得将医书塞进脑子里呀！可架不住我实在刻苦，精力又出奇的好，从最基础的草药辨识到复杂的针灸技巧，日日点灯熬油的学，恨不得将医书塞进脑子里。阿木，这医馆几十个徒弟都睡了，就你还在这儿点灯熬油，你这孩子真是太刻苦了。嬷嬷，我不比他们，我只有这1、2年的时间，若不拼命，拿什么回草原救人？阿满这么刻苦的孩子，做什么都会成功的。阿木，你来医馆整整1年，这1年你磨的药背的方，老夫都看在眼里。师傅她不过是个新来的丫头，虽是女娃，但这份信性和悟性远超旁人。今日起，老夫便将这压箱底的手艺交给你，你且随我进内室行针。瞧，那不是镇上唯一的秀才郎吗？家里供不起读书，居然屈尊降贵来这儿当学徒。多谢师兄。师妹客气了。这医馆里的学徒大多是为了生计糊口，可我看师妹似乎并非为此。我来这里只为了学东西，为了学那些能从阎王手里抢人的本事。阿木师妹又在熬夜看书，我知道你夜里钻研医术辛苦，嘴定是馋了。秀才哥有心了。这糕点闻着就像巷子里那位婆婆挑着点蛋卖。嬷嬷好眼力，我特意叮咐婆婆少放了糖，不太甜，最适宜深夜提神。你这孩子慢些吃，一次能吃10几块，也不怕积了食。阿木出来还没见过镇上的花灯吧？不如我带阿木妹妹转一转。好啊，我还没过元宵节呢。哎呦，这秀才郎怎么露出这种表情，像是咱们阿木受了多大委屈似的。走吧。看紧点儿，别让那书生冲撞了公主。阿木师妹，此情此景，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。师兄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街上太吵了，我一个字也听不明白。师妹，这糖葫芦红亮诱人，正如……多谢这位兄台。阿木，这东西太凉，当心闹肚子。月色如水，映照佳人。阿木，你可曾感悟到这星汉？好，师兄你快看，那吐火的杂耍绝了！哎呦！阿木，你这2位兄长一定要一直这么跟着吗？这蜜饯牙都要倒了。公主，阿木，瞧那儿，那不是医馆里的秀才哥吗？怎么跑成这副德行？阿木，阿木师妹，等等。师兄，我已经拜别了师父，今日便要启程了。你提着2只鸭子追过来，是有什么医案没交代清楚？我不是来交代医案的。阿木妹妹，
你能不能不走？你可愿为了我留下？哼，原谅我的冒犯。事到如今，我再不开口就没机会了。从你进医馆的第一日，我就对你钟情。你以为那些点心，那次元宵节的邀约，真的只是师兄对师妹的关照吗？那全是为了讨你欢心，为了能让你多看我一眼。我父母已经过世多年，这家里大小的事儿都能由我做主。我原打算过几日就找媒婆正式去你家说和，可谁知你要走得这么急。阿木，我只能先在这半道上拦你。阿木师妹，你听我说，我虽然现在没什么钱供不起大富大贵，但我读书识字，医术也已登堂入地。师傅平日里最看重我，你也知道，只要我留下，早晚有一日会继承他的衣包，成为这方圆百里镇上数一数二的郎中。到时候你便是郎中娘子，再不用受这奔波之苦。阿木妹妹，你可愿为了我留下，成为我的结发妻？我的小姑奶奶，咱身份金贵，可不能跟着书生修禅。快走吧，别听他胡咧咧。不愿意。你说什么？师兄，这里不是我的路，我的志向在远方，我不愿意为了任何人留下。而且，我不喜欢你。这读书人心气儿高，怕是这辈子都没受过这种冷脸。在草原上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吃着草原上的奶和肉，我早就成了半个草原人。婉转含蓄，在我这儿只会浪费脑筋。阿木，刚才在镇子口，你是真的没看出那秀才喜欢你吗？那眼神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了。看没看出来重要吗？他喜不喜欢我重要吗？我只要知道我不喜欢他不就可以了吗？既然不喜欢，何必留什么余地？这倒也确实，是我在中原待太久了，差点就被同化了。那秀才虽然迂腐，但他那份深情倒真像这中原的柳絮，软绵绵的勾人。这便是中原文化的魅力，他总能在不知不觉间一套婉转含蓄。这里的文化确实很好，风景那也美极了。那公主既然喜欢，为何不多留些日子？但比起这里，草原才更需要我。中原不缺一个女郎中，可草原的孩子需要活下去的本事。长生天啊，救救我的孩子吧！他全身都是红疹子。别哭了，让我瞧瞧。这疹子看起来不疼也不痒，孩子怎么没反应？起初是不疼不痒，可要不了一天就会发起高烧。发烧第一天，身体就变得像烂泥一样缝软无力。到了发烧第3天，他们就开始四肢酸痛，嘴里胡言乱语。这种怪病多久会出人命？底子好的能撑到第10天，底子不好的，就像我那小孙子，第5天就没了。立刻卸下药箱，把药材全部拿出来，去烧开水，快！巫医大人，求求您救救我的孩子，他已经烧了3天了。这是长生天的怒火，凡人的药石无用，只能靠祭祀平息神灵的愤恨。住手！这根本不是什么神罚，是病。你这碗东西灌下去，他连今晚都撑不过去。哪里来的野丫头，竟敢对巫医不敬？不足的规矩，尔等外人不得插手。首领，巫医对此已是束手无策，难道您要眼睁睁看着部落的孩子死绝吗？让我试试。阿木，那巫医还在外面虎视眈眈，万一这药……嬷嬷放心，我在医馆见过类似的病症，这药剂虽然苦，却是救命的方子。药熬好了，现在就开始吗？开始。退烧了，控制下去了，真的控制住了。神医，您是长生天派来的神医。嬷嬷，我就说吧，学习医术绝对不会没用。是啊，若没这本事，这些小生命哪还有明天？至少有那么多孩子不会因此无辜丧命。多谢神医，我这腿疼了半年，吃了您的药，2天就能下地了。大家快来瞧啊！这位就是草原上传说中能治百病的那个神医。各位乡亲，我只是个寻常郎中，哪有传的那么邪乎，还包治百病？阿木，你就别谦虚了，这一路上你的名声传得比风还快，我看那神医的名号你是摘不掉了。这名声传的真是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嬷嬷，我这一路风餐露宿，胃里都要冒酸水了，好饿啊！感觉能吞下一头牛。我的小祖宗刚回宫就喊饿，老奴这就催他们。师傅，您怎么进门都不带响的？小公主回宫了，谁敢拦姑？谁又拦得住姑？动作都快点！是。刚在门外就听到某人抱怨饿得能吞一头牛，牛没有，这烤羊如何？好吃。说实话，师傅，我在中原待了这些日子，好东西虽然不少，可吃多了那些清淡的，我还真就想这一口。哈哈哈，那就多吃点，在草原，姑绝不会让你饿着肚子。前段时间就听说民间出了位妙手回春的中原郎中，把那爆发红疹的小部落全救活了。姑当时一听这行事风格，哼，姑一猜就是你这小丫头，除了姑亲手带出来的徒弟，谁还有这胆色和本事？师傅，您这是在夸我呢，还是变着法儿夸您自个儿呢？你这一走就是几年，中原那地方吃人不吐骨头，姑在这草原上每天想着盼着你什么时候回来。你看看，姑这头发都为你这丫头及白了。还真白了几根。来，师傅，既然都白了头发，那就让妙手回春的郎中给你瞧瞧。这没这么必要，姑身体硬朗得很，能生擒虎豹，一两根白头发不碍事。你刚回来，舟车劳顿的，应该好好休息。师傅乖，快让我瞧瞧，你也不想让我这一回来就整天为您担惊受怕，连觉都睡不稳吧？你也不想让我担心是不是？你这丫头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我看清楚了。如何？可是有什么不妥？这情况是用脑过度啊，心神耗损的厉害。那该如何是好？要不要开几副重药吃吃？还是你拿那银针给我扎两下？还需要什么稀缺的引子？良方就在这儿，多吃肉，好好睡觉，这就是我的独门秘籍。你呀，果然还是个孩子，连师傅都敢耍了。阿满，这次回来就不会再走了吧？那得看情况。看情况？看什么情况？看百姓的情况，如果他们需要，如果瘟疫、病痛又在草原上肆虐，我就会去。草原的公主去给平民当郎中，那要是姑需要你呢？要是姑老了、病了，或者心口疼了，离不开你呢？那我就会回来。师傅，您不是亲口对我说过吗？我是自由的，我可以自由的走，自然就会自由的回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今日众卿齐聚，这酒都给姑满上。大王神武，诸位，今日设宴，除了庆祝我们秋季狩猎的丰收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这位就是我的公主，病了7年，今日一见，竟是个如此单薄的丫头。从前公主病着，身子骨虚，不便见客。所以姑才未曾把她介绍给诸位。诸位莫要被她的外表所迷惑，她就像是我们草原上的狼，看上去无害，其实那一对獠牙随时都能把敌人的喉咙撕断。姑今日把话放在这儿，在座的同龄人没一个能打赢她的。皇上，您这话未免太长他人志气，我不信。我哈尔努可是14岁就能赤手打死一头牦牛的人。公主若真如大王所言，可愿在这王帐之中与我较量一番？哈尔努，你
哈尔努，你竟然被一个小姑娘打退了！你刚才杀牦牛的劲儿哪儿去了？一力降十会，快抓住他！好快的身法，这便是中原人说的“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”吗？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，不亲手带出来的徒弟厉害吧？你们真当她是那个深宫里养出来的娇气公主？除此之外，公主的医术也极其精湛。你们或许早有耳闻，最近民间都在传，有一位追捧的神医妙手回春，从阎王手里救下无数孩童的命。那个人正是他。什么？他就是那个传闻中的神医？那救了小部落上百条人命的，竟然是咱们的公主！我输了，草原的勇士从不向弱者低头。但公主，您是真正的苍鹰。听到了吗？皇上说，民间那位救命的神医，竟然真的是这位中原公主。往年咱们草原上的娃子，一场风寒就能带进半个部落。比起一个能杀敌的武士，咱们现在更缺的，确实是能从阎王手里抢人的郎中。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刚才不是还有人觉得孤的公主只是个娇滴滴的药罐子吗？老臣汗颜。这些年，草原的孩子多少夭折在寒冬，多少壮年死于无名怪症。公主不远万里入中原求医术，归来急救万民于水火。公主仁心仁术，心系百姓，实乃我草原之福。公主千岁，公主千岁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师傅，这涌泉穴偏了1寸，力道该如何拿捏？我这手怎么也使不上劲儿。行针如运兵，心不稳，气便乱。中原医术博大精深，教你们这些是为了让草原的孩子不再无畏病死。师傅，您现在的骑术和医术，全草原都找不出第二个，咱们这些粗汉子真是拍马也赶不上。别贫嘴，空闲时我陪王上练武跑马，那才是体力活。你们几个今日若是背不完这本草本经，谁也不许去教场骑射。听见了吗？公主如今是你们的师傅，还不快用心学？师傅，我想了很久，宫里的弟子已经带出来了，我想离开王宫一段时间，去民间的部落里把医术教给更多人。不行，民间风大浪大，你这细皮嫩肉的，万一受了苦。师傅，我13岁就敢独自闯中原，现在什么风浪没见过，您不能总把我圈在这金丝笼里。哎呀，姑的心口好疼，姑感觉病了，病得好严重。师傅，您刚才走路还带风呢，这病来的也太快了点。姑也需要大夫啊，阿满。王宫外那些人重要，难道姑就不重要吗？姑现在感觉气儿都喘不匀了。您这脉象壮得跟头牛一样，到底谁才是孩子？您这耍赖的本事真是越来越见长了。不管，反正姑病了，除非你答应近期不走，否则姑这病好不了。手别动，入针3分，多1分则伤精。小王子，这孩子长得真快，看着他，总能想起刚来草原的自己。小王子比我刚来蛮夷时还要小上许多呢。哎，你瞧，那不是小王子吗？这一身打扮跟大王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连这走路的架势都学了个10成10。嬷嬷，你瞧这孩子像不像咱们养在后殿那只小羊？太像了，若不是知道他是王子，老奴还以为那只小羊成精变了人。师傅，小王子这么小就要拜师了。哈哈哈哈！阿满，你瞧瞧，这小子可是憋了半个月了。自从听说了你在民间义诊的事儿，这小子可崇拜你了，成天在姑面前念叨，说你是全草原最厉害的人。今日非要穿成这样，吵着闹着要来见你，给你行个大礼。这一大礼我可受不起，快起来。
听你父王说，你是因为崇拜我才来的，怎么，小小年纪就想学这一身苦巴巴的医术啦？小王子这是想学百家艺呢。我想学的可多了。阿布说，您6岁的时候就能独自在草原上骑最烈的马，8岁就能放倒冲进帐篷的小狼。可我现在都快5岁了，连拉个小弓都费劲。阿布教我的招式，我老是记不住，肯定是阿布教的不好。他只会大声嚷嚷，吓得我腿都软了。母亲，我想跟您学，您教教我好不好？师傅，您就当我师傅吧。这小家伙认定了的事儿，还真是跟大王一个脾气。这母亲和师傅是一起给占全了呀。哎呀，阿曼，你瞧，这大梁的工匠就是不一样。这房梁上的彩绘，姑以前怎么没发现，竟如此别致？皇上这是在躲呢，把这么大个难题丢给公主。王上这是巴不得公主收下这烫手山芋呢。王上，这天顶上除了蜘蛛网，什么都没有，您倒是给句话呀！公主，您瞧瞧这孩子，这一路从偏殿跟到寝房，不哭也不闹，就这么巴巴地愁着您。老奴瞧着都想替他求情了。好了，别这么愁着我了。收徒是关乎草原未来的大事，不是儿戏。师傅是觉得我不够聪明吗？我会努力的。你先回去，这事儿重大，你总得让我想一想吧。那我就等师傅。若是再来说那孩子拜师的事，您就免开金口。您今晚是怎么了？从进门到现在，半晌没说一个字，看得我心里直发毛。若是为了小王子拜师的事，您尽管直说便是。中原人前段日子不安分，频频派兵来边境骚扰，孤没惯着他们，直接带兵把他们打回去了。顺带着，孤还咬下了他们2座城池。既然动了兵马，战争刚过，两军交界处必定名声凋败，大灾之后必有大疫，确实容易爆发疫病。您是想让我以公主的名义带几个弟子去边境看看？阿满，孤总觉得你似乎对中原没什么感情。你难道忘了，那里不是你的家吗？吃，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胜在冷宫，还想当金枝绿叶。家，师傅，您知道中原的家给我留下了什么吗？是馊掉的冷饭，甚至2日才能求得一食；是为了活命得跪在地上求那些骂骂咧咧的管事；是为了取暖只能用冬天储存的杂草伴着泥做炭火。在那里，我只见过疯疯癫癫的邻居和永远长不大的腊梅花。对我来说，那里只有死气沉沉的冬天。学医的那段日子虽然苦，但我知道那是为了救人，是为了我自己能活得像个人。可冷宫里的那6年，每一天都是在等死。既然那里只有痛苦，您为何还问我那里是不是我的家？在那片土地上，我早已经没有亲人了。在我心里，真正的家是在这片草原上。难道您不是我的家人吗？近日孤手下的系部座一直盯着那些和中原通信的渠道，孤拦截到了一部分，信里的内容很有意思。他说你是冷宫里宫女生的，不是什么公主。我说，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不然谁会让一个身份尊贵、真正的公主远渡重洋来这塞外荒原？所以，王上其实是想要一个真正的公主吗？是因为觉得受了中原人的欺瞒，损了您的威名？
嬷嬷，我好饿，心口好疼。阿满乖，闭上眼睡着了就不饿了。我想出去，谁能带我出去？好痛！师父，阿满，抱歉，是姑刚才说错话了。姑这张臭嘴，只顾着心疼你，竟忘了那些阿萨氏提起来像刀子割心。姑只是心疼你，这些年你骑最烈的马，喝最辣的酒，姑以为你早就活成了草原上天不怕地不怕的梅英。可姑没想到，姑的小公主从前竟过得这么苦。姑还记得14年前在边境第一次掀开教帘见到你的时候，那时候的你那么丁点儿大，瘦瘦小小的，还没姑的腿高，套在那身华丽复杂的华服里，脸白得像张纸。姑看着你，总觉得你好像风一吹就要碎了似的。早知道你在大梁那冷宫里受了那些罪，早知道那帮老贼这么作践你，姑那时候就不该只骂一句脏话。早知道那时候就应该在那场宴席上为你多宰1只羊，不，应该多宰10只。姑要把全草原最好的肉都堆在你面前，把你养得跟草原上的羊羔一样壮实。在大梁，我没有亲人，但在草原，在这里，我们是家人，对吧？是，阿满，你给姑记牢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是家人，谁敢动姑的家人，姑便踏平他的山河。报！前方战报，我军再下2城，大梁守军溃不成军。痛快！这几个月咱们越战越勇，大梁那些软脚叔根本拦不住咱们的马蹄。是，只要大王一声令下，咱们直捣中原皇城也指日可待了。嬷嬷，你瞧，是他，是多年前在边境送您那1包土的将领，他竟然成了议和使臣。大梁使臣参见蛮夷公主，陛下愿开城游和，求两国止战。议什么和？不议和！姑的人马已经打到了他们的嗓子眼儿。阿满，你别怕，姑这次非攻到他们皇城区，把皇帝宰了给你报仇不可。不好，师父，收手吧。他们那样欺辱你，你竟要放过他们？且不说中原100年基业难以撼动，即便攻进了皇城，百姓们也要跟着受颠簸和战乱之苦。战争一开，中原的孩子、草原的孩子，都会死在刀兵之下。我努力学医，是为了草原上能少死几个人，不是为了看着它变成修罗场。可咱们草原儿郎就靠抢，不打仗，冬天的粮食怎么办？草原上如今最大的问题是衣食，你让他们送钱、送物、送粮食来，让大梁交出岁币，先度过这个冬天再说。至于明年，我和嬷嬷在医馆时学了一些养蚕治桑、种田务农的本事，明年春天我也能帮得上忙。不要让这世上再多一些流离失所的孩子了。议和，那是懦夫的行为。咱们草原的马蹄还没踏碎大梁的皇宫，绝不能停。公主说的对，今年冬天的白灾眼看就到了，再打下去，部落里的牛羊都要饿死了。谁在喊打，谁就自己去筹措10万大军入冬的口粮。议和吧，就当为了草原的孩子。阿满，姑年近半百，半个身子都要入土的人了，两国的和平，姑只能护住一时，
护不住永远。草原人善战恋战，战争流的血只会让他们更疯狂，所以这个国家需要一个优秀的继承人来引导。你是公主，你有这个责任。阿满，就当帮帮姑，就收下那小子吧。他每天见到姑就问：“师傅答应收下我了吗？”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。你就答应他吧。阿满，别哭，嬷嬷圆满了。嬷嬷，您在时话那么少，可您一走，这王宫怎么这么冷清？嬷嬷说过，云会带走眼泪。阿满，姑看到了，这小子监国这1年干得不赖，姑放心了。我们哭着，他笑着。他走后，王宫中已经再没有什么能留下我。新王万岁！阿木先行一步。冷宫里那方小小的天地，终于变得辽阔起来。无边无际，璀璨且永恒。